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鸭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的《美漫辛普森一家79季第13集。车程漫长，小新很无聊，看着一旁认真看书的妹妹，他突然扬起手打了自己一巴掌，骂丽萨打我。辛巴没有理会两孩子的打闹，辛巴的破车让他不得不将全部注意力放在驾驶上，见妈妈没有理会，小新就是要跟妹妹画38线，当然并不公平，只是换方式欺负辛小妹罢了。然后兄妹俩又开启每天的打架日常，这下辛妈终于忍不住要管两孩子了，不料砰的一声追尾了，看着猫眼的车头还真让人头土。小新又迟到了，不过这次呢，他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出车祸了，但小艾老师并没有给他加戏机会，只是让小新回去老实坐下。不曾想他的位置竟然坐了别人。小艾向他介绍，这位同学名叫唐尼，是被其他学校赶出来的，转而转到了春田镇。既然原本的位置被占了，威力就给他找来了新的课桌凑合。这位新同学很不简单，刚来就敢公开羞辱小艾，看了周围笑声一片，小新瞬间觉得自己的地位被取代了。一天，小新经过教学楼的时候，竟然发现前方聚集了大量吃瓜群众，凑近一看，才发现是唐尼在恶作剧。眼见教学楼被垃圾覆盖，同学们都为壮士欢呼，对他的崇拜更是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。小新不乐意了，没有谁能夺走自己春田镇一哥的地位。他快步走到唐尼身边，警告这位仁兄，这是我的地盘。唐尼并不屈服，你的地盘马上就会改头换面了。眼见对方并没有丝毫胆怯，小新决定用实力表明自己才是老大。不料跳上跷跷板，垃圾并没有弹到墙上，反而正中了他自己。这场比试他输得彻彻底底。辛巴的车损坏严重，只得开到车行找人专门维修。工作人员表示，这需要1周的时间，在这期间会辛巴另一辆车代替。这辆代替品又新又漂亮，而且还是免费的。被这天大馅饼砸中，辛巴笑简直停不下来。开了理赔的车，谁还想要开自己的破车？一路高歌猛进。辛巴看到前方踩着滑板的小新，于是就开始了他的恶作剧，不紧不慢地跟在儿子身后撞他，也不管人家愿不愿意，非要载他去兜风。这样的父爱着实令小新喘不过气，只得拿着滑板上了车。看着儿子不住的叹气，辛巴就问发生什么事了。小新将学校事告诉了爸爸，进来家伙抢他的风头。辛巴好好安慰了儿子一番，表示自己还是很相信他的，毕竟论调皮捣蛋，小新应该是绝对不会输的。听了爸爸的话，小新重新振作了起来，还说明天他就要去学校证明自己最牛逼。见儿子心情变好，辛巴终于可以秀一下他的新车了，将所有天气都可以在车内模拟，父子俩都玩嗨了。体育馆内，校长和威力正在打球，猛然的小新暗中窥视了这一切，悄悄拿出偷来的钥匙，打开了储物柜，他将校长鞋子拿出来，载入了自己带来的铁鞋垫。校长丝毫没有察觉到脚上的不适，还像往常一样站在舞台上讲话。不料他的紧缩计划还没有讲解完毕，双脚就不受控制的动了起来，当场就给同学们表演了一段舞蹈。这当然不是什么巫术，而是小新拿着词也在台下操控呢。听着校长在上面各种惨叫，小新别提有多高兴了。终于这场恶作剧也该落幕了，校长不停后退，在了早已准备好的陷阱里。等到一切尘埃落定，小新才从舞台下方升起，潇洒吹去了武器上的余烟。这次同学们的呼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，在他们的接力中，小新稳稳落座。这时校长回到了舞台上，谁干的？双手叉腰，他表示查不出来谁也别走，还说自己将不会用公校校规来惩罚，而是要用天主学校校规。闻此，孩子们吓得鸦雀无声，小新不安地咽了咽口水。不料此时唐尼站了起来，大声地说这件事是自己干的，有人承认就好，校长让唐尼立刻去办公室等他。趁唐尼还没走，小新忙追上去，你为什么要带我受过？不知道，我欣赏你呗。他的举动打动了小新，他揽过唐尼的肩膀，以后我会罩着你的，出来以后记得找我。被带到办公室后，校长对眼前男孩扬起了手，然后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我们要恭喜你成功打进去了。小建也很欣慰，终于有内部的人了。他们打算驱逐小新很长一段时间，具体有多长呢？最好的情况是停10天学，之前校方也有曾试过在小新的组织里安插间谍，但都失败了。被打后他们有些精神都不太正常了。唐尼表示自己一定会找到小新的罪证，刚好此时小新过来找他了，两人就顺势在他面前演了场戏。见他这么受欺负，小新安慰道，一起去兜风吧，我知道哪里景色不错。接着唐尼就被带到了树屋，小新向他展示了蓝色长藤糖，得知了临时来的珍贵。唐尼适时夸赞道，只有你配置这种蓝色的。小新向新交的朋友吐了吐自己染蓝的舌头，然后两人一起搞怪，树屋的气氛欢快极了。吃罢，小新塞了一大捆在唐尼的衣袋中，告诉他拿着明天醒酒。接下来就该讨论正事了。小新表示唐尼可以加入他们的校园恶作剧，看他对此很感兴趣。小新嘱咐眼仔开箱上好的果汁，当然这是用来打果汁大战的。新小妹听到动静，原想加入，但被喷了一身的果汁后选择了放弃。她进屋后发现辛巴正在挤番茄酱，为给这个家省点钱可真不容易。这时辛巴捧着一束花来到老婆身边，邀请她在这黄昏时分与自己同游。得知理赔车很是高端，辛妈欣然接受丈夫的邀请。音乐一放，天窗一开，车内气氛一下子就上来了，还有美酒和蜡烛，无论在哪里都能享受烛光晚餐。就在两人躺下打算深入沟通感情之时，辛巴的电话响了，是车行的人打来的，说他的车已经修好了，但有了这么香的车，谁还想要那破车？辛巴表示
自己绝不会还回去的。不仅如此，还让对方欣赏他们夫妻的甜蜜。回到唐尼的卧底经历，加入恶作剧小队不久，他就迎来了第一次正式行动。野鹰仔和小胖子在外斗殴，吸引了校长注意力。他和小新趁机溜进办公室，偷到了教室休息室的钥匙，然后小新告诉他，进去后将咖啡罐里放入蟋蟀就走人。没想到开门一看，里面只放了2张桌子。带他们进去后，门就关上了。然后校长将留堂的牌子给挂上了。后来有无数次针对校长的恶作剧皆以失败而告终，甚至有时候小新还反被校长羞辱了。这些经历让小新不得不思考，为什么校长总是能快自己一手。威力听到他的抱怨，走过来神神秘秘地说，我有消息你可能会感兴趣，那就是校长在你身边安了个眼线。他并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，但他知道校长正准备跟此人接头。小新接过威力的情报后马上追了上去。走进图书馆，小新看到了校长，但另一个人在阴影中他看不清。眼看这个奸细就要离开，小新忙追了上去，不料刚好到了下课时间，那人马上就淹没在了无边的人潮中。好不容易越过了重重阻碍，却不曾想被坑去打了一针。最终他还是没能看到卧底的脸。小杨将伙伴们带到了一块空草坪上，他说在自己信任的人中有奸细，这个人到底是我最好的朋友，还是另一个最好的朋友，或是个刚认识的家伙？最终小新选择人是眼镜仔，他觉得这个小子不甘臣服，才做出了背叛的事，惩罚就是被关在空地上的储物柜里。唐尼有些可怜，这是替罪羊。小新安慰道，没事的，几个小时后就放他出来。野鹰仔被关，3个小伙伴重聚树屋。小新表示奸细已除，是时候整票大的了。这计划他想了好几个月，那就是往校长家里扔鸵鸟蛋。这么丰富的内容，想想都刺激。另一边，辛巴正开车带着女儿兜风。辛小妹也很喜欢爸爸的新车，她从未想过一辆美国生产、有德国设计的，在墨西哥用加拿大零件组装的车能够这么棒。辛巴也没想到开了这么多年的破车，终于能……话还没说完，他又看到自己的破车，他正被车行挂牌出售。很快就有人前来问性能，你确定这车能穿越沙漠吗？当然了，你们准备干嘛？这位买家表示会先拿它练练靶子，然后再将它拿给兄弟们爽一爽。辛巴无法忍受他们这么折磨自己的爱车，冲过去就撕碎了价格，然后将它开走了。当然，自己的女儿也还是要接走的。小新回到学校后，刚好遇到校长要他帮忙订横幅，他如今是春风得意，都开始纪念起了春天小学的和平岁月。看到那得意的样子，小新暗暗说道：等你家溅满鸵鸟蛋清时，看是你笑还是我笑。正说着，小新注意到了校长的舌头竟然是蓝色的，他想起了自己给唐尼的长藤糖，想起了他们的舌头。此时他才幡然醒悟，唐尼才是奸细。小新甩开了手上的横幅，生气地离开了。约定行动的时间到了，小新告诉2个小伙伴，在此之前先停下来处理个小问题。他让他们带到了一间仓库前，威力替小新打开了房门。进去之后，小新立刻指着唐尼：你是奸细。唐尼自然是百般否认，抓弄错了。但小新握有证据，小杨的舌头是蓝色的，因为他吃了唐尼给的长藤糖。眼见无可辩驳，唐尼只得告知了一切。没有人愿意当奸细，但他没得选。校长和校监想要找个人打进小新团队的内部，一个没有前科的人。他们淘汰了很多人，直到看在外打马蜂窝的他真意向小新表示歉意，听到他亲口承认，小新很是难过。虽然他们认识不久，但在小新心里，唐尼就像他的亲兄弟一样，多说无益，背叛就要接受惩罚。他们准备了2车曼陀斯和剑仪，两者放在一起会产生奇妙的反应，所有的液体都会流进校长的办公室。谁知话音刚落，校长和校监就从黑暗中走了出来。他们终于掌握小新恶作剧的实据。校长很得意，我就知道鸵鸟蛋的事是个障眼法，因为告诉小新有奸细的那个人也是个奸细。威力走了出来，他表示这叫碟中谍。至于为什么为校长工作，那是因为他可以得到小学毕业证书。校长对小新做出了最后的惩罚，你将被送往一间最严厉的少管所。当然，唐尼在其中功不可没，他背叛了一个关心他的朋友，余生应该会常常想起这件事吧。看小新即将被带走，唐尼突然下定了决心，在他们走出门之前，他让2辆车相撞了，而小新则被唐尼救到了屋顶。如今他们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，但这也意味着唐尼必须离开了，回到以前的生活，只为活下去努力。临走之前，唐尼对小新说：也许有时间我们可以聚聚。本集致敬了2005年播出的警匪动作片《无间行者》，该片翻拍自香港经典影片《无间道》，大致内容是黑帮与警方之间互相培养卧底，安插在了对方内部，然后以此为前提展开各种斗智斗勇。最终，警方和黑帮都决定开始洗底行动。动漫简化那些险象环生的情节，着重刻画了唐尼和小新的友谊。或许在孩子们眼中，并不存在成年人世界里的是非对错，绝世兄弟就应该讲义气吧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